说真心一句话，我的员工都是对我，很满意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是这么跟我的员工说的，你随时可以找我来加工资。我是最喜欢加薪水的老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挣的越多的时候，应该也是我挣的越多的。因为不是我发工资给你，其实是客人发工资给你的。你只要对我们的客人好，那客人肯定是离不开我们的。然后客人给钱给我们，那我就有钱给我们的员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跟我的司机说，你们是随时要加薪水，我是很开心，就是你来跟我提的。我是不喜欢这些员工说，我只喜欢一天8小时的工作，我不想加班，我只要这么多就行了。我觉得应该是，每个人都应该是有雄心，应该为自己的家人或者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。因为当你多工作多加班的时候，你是多税收，然后你多这个收入的时候，也是帮到你自己的家人的。我是很希望他们来找我，就是加薪水的什么的。然后我的员工每年我都会给他们加薪。如果成绩特别突出的，我会主动加薪；如果是不是特别突出的，只要你不是低于那个 average 的，他找我加薪水，我都是会加薪水的。基本上没有员工说辞职的，在我们公司只有炒鱿鱼的，没有辞职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员工有困难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老板是应该站出来 support 的。比如说，我说你的家人可能不一定会借钱给你，但是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找我，我是一定会借钱给你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的家人会担心你不还钱，但是作为我是老板呢，我是可以从你的工资里面扣的。所以你如果有困难的时候，不管是财务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你随时都可以找我的，我都是可以给予 support 的。当你给员工 support 的话，他就没有后顾之忧，他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。我是这么认为哈。很多老板就是说觉得，怎么克扣一下，其实这些员工，我们人都是很聪明的，都是有超智慧的动物。你想扣他的1分钱，他就会想办法在你身上扣回来。他怎么扣呢？偷懒，他偷懒就可以把这个钱拿回来了呀。他没干，而且他还觉得理所应当，因为你扣我的钱吗？所以我偷懒是很正常，因为他就心里就平衡了。包括对朋友也是，对员工也是，就是多点从他身上出发，多点替他着想，让他欠你的比你欠他的更好处理。因为他欠你的他就不好意思了，如果你欠他的呢，他就很容易或者很理所当然的在你身上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话，我觉得不过加拿大人都是这样，我感觉是我是接受过很多帮助的，所以我是很愿意帮助别人，因为我接受太多朋友客户的帮助了，所以我还是蛮感恩的。20几岁投资移民，5年就能做1000多万，就是说你就很膨胀了，你不知道，你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，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只不过你身边的人，你没有认识什么人，以为自己很牛逼的，其实也什么都不是。然后管理不善，因为你做贸易跟做实体是不一样的，实体有很多费用，租金啊、电啊、水啊、人工啊，对吧？可能每一个环节，生产环节还有油啊，你管理不善，都会产生有人偷油啊，或者是油倒在地上，就加油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看，我们有自己的油站嘛。所以当你的公司从很大的时候一倒，不是说1天2天就倒了，真的是你的毛病太多了，不断的在积累，然后那一天突然爆发就倒掉了。我记得我们公司当时最高峰的时候44人了，一个月开工资就几十万，一个月100多万，什么钱都不要付，一个月就买一栋楼。当时来说，十几年前，当时我们没有这个管理的经验，也是公司失败的原因，太膨胀了，我觉得。所以年轻人呢，我觉得应该是经历失败，就是不要经历很大的失败，
你每次经历的失败都是给你学习的经验。我觉得失败是常态，成功呢只是少数的，但是总是会成功的，只要你不放弃，总是会成功的。我觉得是这样。所有的东西你都是很辛苦挣回来的钱，你就不会乱花。比如说，去赌一下钱啊，赌一把啊什么，我们就不会乱花钱或者奢侈品啊。我觉得很没有必要，对吧？像什么赫尔这个那个的，我们以前都有了，我全卖了拿来还钱，来做生意了。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，你觉得很有必要？首先，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事业我感觉我可以做得蛮大的，我自己真的是这么觉得。再过几年你可能再来看，可能也不一样了。我们应该是每年以最低50%的速度增长，以前可能100%、200%，因为以前的基数小嘛，现在基数越来越大嘛。但是今年还是以50%的速度增长。有人说，哎，范明你可以买个号子的，我说我住apartment挺开心的，也不用检查了，也不用炫耀，对吗？我回家就是一张床，吃饭就一顿饭，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能挣一点钱，其实这就叫成功了，我觉得也叫幸福了。